飞过蔷薇。二位大人，下官是不是可以开始审案了？慢着，黄大人，老夫为官多年，也没见过像你这样审案的。你这大堂之上怎么连个衙役都没有啊？回二位大人，近2年来，本县讼事日少，下官琢磨着，衙役识国家俸禄，却不能碌碌，所以吩咐他们各自负责一方乡里，农忙帮农，工忙帮工。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举动，就不用叫他们回来了。这大堂之上冷冷清清，没有衙役，官威何在？法威何在？大人，本官在，官威自然就在；国法在，法严自然也在。教化训诫，何须用几根木棒来吓唬人？大人，他们2个跪得久了，是不是可以开始审案了？你们2位有何纷争？说来。大人，我叫李贵，他叫王四。半年前我借给他10两纹银，他做散生意，说好了我要用的时候就还我。可现在我马上就要成亲，急需用钱，就找他去还钱，他竟不给，请大人明断。王四，李贵所言是否属实啊？回大人，确有此事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李贵和你本是好友，在你困难之时解囊相助，朋友之义足可称道。王四，你为什么不还他钱？大人，我何尝不想做一个借钱就还的守信之人呢？您有所不知，自从我做了这伞生意之后，旱情严重，我的伞总也卖不出去，实在是赚不到钱，也没有钱还给他呀。你说的也是啊，现在做雨伞生意确实不好做，没有办法马上还他钱。黄大人，你这案子不能这样审吧？这欠了钱就应该还给人家依你所说，没钱就不用还了？那人人都如此效仿，那太和县的百姓岂不都成了骗子了吗？赵大人，此言差矣。王四，如你今日不把钱还给人家，本官就把你收监入牢，重重的责罚你。大人，黄大人，小的真的拿不出钱来呀，小的家中还有妻儿老小等着我去照顾，你可千万不能把我关起来呀。王四，你的雨伞现在何处？回大人，就在外面的推车上。好，你去拿10把过来。是。大人，伞来了，拿过来。
王四，这10把雨伞本官都写上字了，你拿出去卖，每把雨伞应该可以卖到1两纹银，这样你就能够有钱还李贵了。黄大人，谢谢您，你真是我们的好官呐！大人，小人有个不情之请。讲。大人，小人不要王四还钱了，拿着这10把雨伞抵债吧。李贵，你不是急等着钱成亲吗？回大人，实不相瞒，这10两纹银是我给老丈人的彩礼钱。我老丈人也是个读书写字的人，他一直喜欢您的字儿。如果我把这10把雨伞给他的话，他就不会再为难我了。王四，你还不成全李贵啊？李贵兄弟，如果你不怪王四的话，你送彩礼的挑夫就由我来当吧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可以，谁让我们是好兄弟呢？好了好了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那你们就回去吧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2位大人，下官这样审案，不知如何？走。哟，这位官人，您随便看看。哎呦，这位官人真是行家呀！一抬法眼就看到了我祖传的宝贝，这可是上好的蓝田玉。听家里人说，这是秦始皇的东西。我祖上是汉朝将军，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，就留下这么一个传家宝。哎，您看，这上面还写着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这几个字，还有清朝的落款呢。哦，这是秦朝的玉玺啊？唉，若不是我老娘生病，我死也不会把它卖了的。那你准备卖多少银子？50。啊，不，一看您就是个识货的人，那咱们就30。啊，你们黄庭坚黄大人可是一个聪明之人呐，你拿这么个假东西来欺骗买家，还诅咒当今的皇上。走，跟我去见官。哼，哎，官人，你不买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找我麻烦？啊，就算它是假的，跟当今皇上有什么关系啊？放开！哼，好，我问你，秦朝既寿永昌了吗？没有。那不就结了吗？这是秦天子的东西，他们是个短命的王朝，你拿这些不祥之物来招摇过市，岂不是诅咒我大宋早亡？像你这等大罪，我岂能饶你？起码判你一个诛9族之罪。官人，我求求你饶了小人吧。实不相瞒，这玉印确实是真的，只不过是小人自作聪明，在上面添了几个字，为的不就是好卖吗？官人，您放了我，我请您吃饭。吃饭就免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和你们黄庭坚黄大人是好朋友，他言语法纪，这我可是知道的。行了，看你也不容易，而我又是个心软之人，这块玉我就替你毁了，绝不会交给黄大人，听明白了吗？谢谢官人。官人，这个印，我刚才说的话你还没有听明白吗？是不是还想吃官司啊？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哼。等一下。
遵纪守法，诸恶不作，是为善。不过此事善其身，小善而已。乐善好施，帮助他人也是善，不过这也是小善，善其德而已。黄大人说得好啊，黄大人说的不错。二位先生可是来听课的？黄大人，晚生是来求您的。此话怎讲？黄大人开办书院，教化群众，本来是一件积德的好事。我等慕名而来，本想听听黄大人的高屋建瓴、振聋发聩的绝妙言论。没想到几天下来颇为失望，所以求黄大人不要再羞辱圣贤之道，误导黎民百姓了。看来二位不是来听课的。那好，黄某愿听高见。书院自然以书为本，以圣贤经典为要义。为何大人总是顾左右而言他？几天下来，煌大论不少，而经典要闻不多。黄大人又如何解释呢？而这些慕名而来的人，又所学何来呢？唐朝韩愈昌黎先生有篇诗说，不知二位是否知道？当然知道。诗说开篇明义，说到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，正是说出了为师者的3件功课。首要就是传道，传达做人的道理；其次才是授业，教授学识技能；再其次是解惑，解答学生的疑惑。可笑当今世上有许多自诩高才之人，为书为上，本为本，所谓名师不过是授业而已。结果他们教出来的学生或是有才学，却无做人的分寸与德行，那才是最失败的师者。二位先生以为然否？黄大人，你说的虽然有道理，但是你只谈做人，不谈书文，只怕是你学识浅陋，不敢献丑吧？那好，今日人多，就请各位做个见证，你与我等比试一下如何呀？你，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黄大人一心取媚，太和百姓，不由让在下想起一位痴人。曾经有一位才女，新婚之夜，放苏小妹3男情关之举，而出一上联，要新郎对出下联，如若不然，则不准进入洞房。那新郎未能对出，竟郁郁而死。我辈才疏学浅，一直无以为对。既然今日黄大人有此雅兴，那就务请赐教。上联是梳妆楼上痴眼依依，痴情依依，有心取媚，君子君不恋。哈，莫非黄大人就是这位痴女？可叹那位新郎心窄命薄，死得可怜。我就帮他对上一联，让他在九泉之下也得以瞑目。终南山下，落木萧萧，落花萧萧，无缘醒时，春风春南流。不知道二位读书访道，识得几缕春风啊？好，
好，你春风难留，黄大人，春风固然不在我等这里，恐怕也不在你那里吧？素闻黄大人学识高妙，要不就以这“春”字，给大家做一首诗词。若你不能张口就来，你也绝非有才。既然二位有如此雅兴，那黄某我就献丑了。如今太和清平，百姓安乐，那我就填上一首《清平乐牌》。春归何处？寂寞无行路。若有人知春归处，唤取归来同住。春无踪迹，谁知？除非问取黄鹂，百转无人能解。因风飞过蔷薇。你，黄大人，你虽然有点才学，但是我还是不服。如果二位还是不服气的话，那黄某可以写上一幅字，谅你们也走不出这扇门。那可未必。好，二位这边请。请。师道。黄某在你们二位旁边脚下写下的是我大宋朝廷的律令。你二位若是跨前一步，那就是践踏法律，藐视皇权。哎呀，这完了！这可怎么向莫大人去交代呀？等等，你二位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提出莫大人？黄大人，我是徐福，他是韩居，我俩略有点文采，是奉莫大人之命前来羞辱大人的，没想到瞻仰了大人的高才。黄大人，您饶命，您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黄大人饶命！莫大人，赵大人，你接着说吧。至于私检盐税一事，天灾人祸也情有可原。皇庭间虽然方式方法或有不得体之处，但体民爱民之心倒是随处可见。
就拿他制断雨伞一案来说，这个人的能力还是有的，所以当地乡绅的一些话或有不实之处。黄庭坚真的有这么好吗？莫非又是一个沽名钓誉的王林川？坐吧。是。那以赵大人看来，该当如何处置啊？依下官见，当告示天下，勤政爱政，当向黄庭坚；执政听政，也应以黄庭坚为鉴。哦，朝中之人都说赵大人对黄庭坚有成见，怎么今日赵大人反倒替黄庭坚说起好话来了？我的老大人，赵挺之这德行，不敢望您项背。可是我忠君爱国之心，日月可见。这朝野大事，我怎么敢胡说呢？好，这样就好。公私分明，光明磊落，正是我等应该之义呀。赵大人，难道你就没有听说有人说黄庭坚的不好吗？回老大人，这人无完人，说他坏话的人自然有，只是这些话由我嘴里说出来，恐怕老大人不信啊。讲。是。下官在太和县期间，曾听当地的乡绅讲到，说黄庭坚有2件事情做得很不好。其一，黄庭坚虽然身负名望，但始终对官绅和上司心怀抵触。他个人认为，几乎所有的官绅都是奸佞小人，所有的有钱人都是为富不仁，以至于百般奚落、冷嘲热讽，导致所有与他接触过的官绅都有同感。那第2件呢？第2件是，黄庭坚这个人，他的德行，说实话，颇为不佳呀。何以见得？他军仪不检，那是下官亲眼所见。这个人整日里拜佛念经，不理政务，公堂之上灰尘蒙蒙，门可罗雀呀。哦，确有其事。本朝的莫等闲莫大人也听过这件事，大人一问便知。大人，谢大人到了。哦，快请。哦，晚辈蔡京在此见过谢大人。叫谢某来有什么事啊？前段时间蔡某去看过黄庭坚皇兄，他因公务繁忙，特地托在下代他向大人问好，所以蔡某在此设宴，顺便向您说说他的近况。贬官无照进京，蔡大人好大的胆子，你就不怕别人？大人。大人，咱们还是请里面叙话吧。好，请大人请。各位，把昨天学习的东西再复习一遍。黄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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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看。诗书分宁黄，道得江西郎。二位，你们这是何意啊？徐福和韩居回去之后闭门自省，才发现才疏学浅，得笔行漏，决定一心一意跟黄大人学习诗书道德，请黄大人收了在下。
嗨，行了行了，起来起来，快起来！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二位老弟有向上好学之心，可喜可贺。从此以后我们一起学习，一同进步，如何？人无德，如诗无魂，书无骨，实不可取。黄某平生自诩，诗书绝不敢当，德性也是强差人意。说到这诗文嘛，当今大宋贤人辈出，灿若星河。黄庭坚不过是星河中的一颗小星嘛，绝不足道。不说远的，就说当代欧阳公、司马光大人、眉山苏家父子，都是泰山北斗寺的人物，黄某绝不敢比啊！还有和黄某同年的秦观秦少游、张磊、超不知等人，也是有相当成就，胜过黄庭坚多矣。至于这书法嘛，当今苏轼苏大人、米芾米兄弟、蔡京蔡大人都有独到之处，黄某就算是日日努力，也只能是略有进步，稍有收获。既然大家都信任我，那咱们就从今日起，一起学习圣人文章，哲人道德，达人书法。你们说好不好啊？谢黄大人，谢黄大人。好，太好了！见过司马大人。谢大人，在。这玉印是你进献给皇上的？正是。那这玉到底从何而来啊？回大人，此玉确实在太和出土，是由一位老农耕地时所得。小婿黄庭坚得到此玉印以后，认为此玉印是秦朝遗物，所以就即刻派人送入京城，由老夫代为献给皇上。近几日，京城里都传开了，说是此玉印皆因我大宋顺应天意，皇上天命所归，所以受命于天，纪昌永寿一语，1000年以后重现我朝。而黄庭坚施政得力，人品高远，所以此印在太和重新面世。此虽市侩之言，下官半句不敢说谎，请大人明察。有功讨好，阿谀奉承，简直是到了极处。好，很好。皇上吩咐本相鉴别真伪。谢大人，你以为是真是假？听大人的意思，莫非此印是假的？谢时候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一枚假玉欺骗皇上！你该当何罪？大人，你如何说此印是假的？下官不服。还敢狡辩？我来问你，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，首先是车同辙，书同文，统6国文字为小篆。这玉如何会以战国齐鲁都壁文刻就的？秦国根基在陕中，灭亡在咸阳。这玉
又如何去到了江南？莫非他长了脚？会走路？哼！老夫编撰《资治通鉴》15年，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，还修什么列朝通史？这不是黄庭坚包藏、献媚皇上、粉饰太平之心，就是你因私废公、蒙蔽皇上，致使天下朝野人心混乱，天下迷信阿谀之风将会越挂越烈呀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的确是老夫存有私心，想帮帮小婿黄庭坚，可是小婿黄庭坚对此事半点都不知情啊。此玉印原本是蔡京所献，与小婿并无相干。你满口胡言，这本相如何信你？大人，那蔡京想以此邀功，只想到将来能够荣华富贵。这蔡京此时就在门口等候，大人不如唤他进来一问便知啊。老夫糊涂。自小女去世以后，我把黄庭坚看得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宝贵，就存了私心想帮他，没想到却是害了他。大人，这都是老夫的主意，小婿并不知情，并无干系呀。来人，在。传蔡京进来。是。二哥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很多灾民涌进了太和城，有的还跑到书院来了。你说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咱们县衙门口也来了不少灾民呐。看来，这临县的灾情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师道，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赈灾粮食？大人，您怎么忘了，咱们的赈灾粮上个月就全送给灾区了。师道，把刚刚收到的税款拿去买粮。这怎么能行呢？大人，这样做是违法的。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救人要紧。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灾民饿死吧？大人，这样做虽然救了灾民，可得罪了上司啊。况且，这次收来的税款是皇上用来修宫殿的，更不能动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我们这就去取款。舒达，你快备马，我们马上就去州里买粮。好。莫大人请。赵大人，你今天如此好的心情，急着找下官来，莫非有什么喜事不成啊？意外之喜，意外之喜。来，快快请坐。好。你说这黄庭坚远在太和，没想到一桩莫名其妙的官司还扯上他了。莫非是玉印之事？正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下官一到京城就听到了传闻，这玉莫非是假的不成？哎呀，假的，当然是假的，一块假玉。本来是蔡京弄虚作假，想要邀功进取的，没想到谢师后爱婿心切，竟然谎称是黄庭坚进献的，更没想到皇上居然把司马大人找来求证。司马大人与历史文化浸淫一生，这不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吗？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皇上一怒之下，蔡京被逐出京城，
谢师后流落民间，黄庭坚被牵连，就连司马大人也没落下什么好来。这司马大人既然查出了真伪，那为什么也没落着好呢？这就有意思了。皇上说，这印，虽然不是秦始皇的，可这玉却是真的。这上面的字也不是秦始皇的，可却是说给本朝听的。于是就驳斥了司马大人要求严惩的议案，搞得司马大人很没面子啊。看来皇上对司马大人也有不满呐。不过这样一来，赵大人又有机会亲近皇上了啊！嗨，哪里。赵大人，那你知不知道这玉是从何而来呀？这不是蔡京进献的吗？哼，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？难道莫大人知道的更详细？赵大人，不如咱们找个地方，边喝边聊，你看如何？好啊，请。黄庭坚，莫大人，一方远古玉印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你转眼之间就对付了蔡京和黄庭坚，真可谓是手段高明啊！赵大人取笑了。莫某不过是蒙赵大人垂怜，做了一点利国利君、利民利我的小事，还望赵大人日后多多指教啊！你看你，又来了不是？进来。二位大人，这位客官求见。下官蔡京见过二位大人。蔡京，你以一方假玉欺瞒皇上，已是大不敬之罪。怎么，如今捡了条性命，你还敢在京城里逗留啊？大人，蔡某虽然和二位大人比起来年纪尚轻，但咱们也是有诸多共同的追求，所以蔡某特意想在离京之前向二位大人讨杯酒喝，不知可否啊？哦，你我有共同的追求。赵大人，原以为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而这位年轻的蔡大人一向是个好口才，咱们不妨让他说来听听。坐吧。多谢。小二来喽，伺候。学成文武艺，卖于帝王家，苦读圣贤书，偏向庙堂行。平步青云，指点江山。虽然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二位大人，但我一向是有上进之心的。二位大人，不可否认吧？这等追求，全天下的读书人都一样，恐怕不止我们3个人吧。据蔡某所知，二位大人深受黄庭坚伪忠与廉之害。假印之事，二位大人对付了蔡某，可黄庭坚却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。蔡某是将黄庭坚恨之入骨啊！二位大人，难道你们就不想再兴风了，拿到黄庭坚的短处？蔡大人果然是有心之人呐！
啊，不知有何高见？来，先喝上一杯。那蔡某就不客气了。据蔡某所知，这黄庭坚在太和私自挪用了皇上修建宫殿的税款。哦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了买粮赈灾呀。好啊！皇上正在为修宫殿的事发愁呢，他黄庭坚居然敢顶风作案。我看，就是司马大人来了，恐怕也救不了他。蔡大人，老夫敬你一杯。嘿，赵大人，不敢，不敢。来，来，蔡某敬2位大人。啊，请。梦中依旧秀水流淌，醒来人在他乡。伤心冤枉，中原茫茫，一时心就主张。君有所思，臣有所想，孩子心中有